Hello，大家好，我是 Jeff。大家觉得在矽谷的工程师好找对象吗？开始工作之后，似乎认识异性的机会变得更少了，就更不用说是矽谷地区了。在台湾啊，想要寻找对象时，通常人们都会去月老庙，请月老指点一下。在美国啊，虽然没有月老庙，但是却有一位矽谷月老默默努力举办活动，帮助大家认识新朋友和脱单哦。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矽谷月老的创办人来跟大家聊聊他所看到的矽谷两性市场。以及他是如何从零到有打造矽谷月老这个品牌的呢？那我们就欢迎矽谷月老的创办人 Ken。那就感谢矽谷月老 Ken 来上我们的节目。现在就想请 Ken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 Ken。那我是矽谷月老的创办人。那我从2021创办这个 side project 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了。对，那明年要迈入第4年。那很高兴在这边接受 Jeff 的访问。就我所知呢 ，Ken 也是在台湾读书，然后来美国读书嘛，然后有在矽谷做工程师。好奇请问一下，你在台湾的 major 啊，或者是在美国读书是读什么的？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 side project 之类吗？除了矽谷月老？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是念电机系的，然后到了研究所就是念了一个电子所，然后主要是钻研IC 设计相关的，所以毕业之后呢，就是到台湾的这个竹科，到一家那个 IC 设计公司工作。那时候做研发替代役做了4年，在这个期间之内呢，就是萌生了一些出国的念头，后来就如愿的申请到 UW Madison， 就是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分校。那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的硕士，念完之后呢，16年出来，那18年毕业之后呢，就从18年来到矽谷工作到现在这样子。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 Ken 是在什么契机之下会开始矽谷月老这个 side project 呢？因为毕竟 side project 工程师的 side project 很多都是可能另外的 engineering 的 side project 嘛，你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契机来做这个 side project 帮大家配对的？其实那个时候算是在疫情之中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疫情，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2020年开始3月底那时候矽谷开始 shelter in place， 然后呢就开始了这个居家避疫。那关在家里其实蛮闷的啦，那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上班，然后吃饭，然后追剧。那个时候就是会看 Netflix， 那 Netflix 网飞上面的话就有一个影集叫做一个实境真人秀，叫做印度媒婆 Indian Matchmaker。那它描述的是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媒婆飞来飞去呢，帮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印度人做配对。那我那时候就兴起了一个念头，想说，也许我可以来帮忙北美的台湾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也刚好身旁有蛮多单身的男生女生，那就想说，那来帮助一下朋友。这个很厉害，可以把 Netflix 上看到的灵感化为现实，蛮厉害的。也算是因缘际会啦，对。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搞这么大，一开始只是想说自己弄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帮朋友做配对，然后可能或者是帮朋友的朋友做配对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发现说，好像这样子的成效就是那个pool不够大，就是人不够多，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是不是要做大一点这样子？刚好那个时候 Clubhouse 也很盛行，那个时候我在东岸有个朋友，他就想说，我既然凑合了这么多对。我那时候是用手动配对，有点像是手动的这个 dating app， 然后帮了很多朋友。那如果他们彼此愿意认识的话，就把他们凑在一起，然后拉一个群组，大家聊天认识一下。那个时候好像成功凑了大概20几对吧。那我有个朋友在东岸，他就邀请我说，是不是来开个 Clubhouse， 然后来聊一聊。那他那个时候就直接帮我取名说我是矽谷的月老这样子。于是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既然人家要开一个 Clubhouse， 叫我叫矽谷月老，那我也弄个粉丝专页好了。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真的蛮厉害的。那第3个问题就是，我想要请问看你的经验啊，不管是你看过的各种朋友，或者是说来参加矽谷月老这个活动的来宾，你觉得在矽谷的台湾工程师男生真的有很难找对象吗？还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找对象？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是，大家常常对矽谷有些迷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矽谷，因为南湾 San Jose 大家都戏称叫做 Man Jose， 然后 San Francisco 叫做 Man Francisco。虽然说事实上的确男生比女生多，但我的观察是，其实这边单身女生也很多。我觉得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心态调整，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难或者不难，其实是蛮主观的定义。看你的难是指哪一种？有一种是说，是不是很难在 dating app 上面找到 match？ 我必须说是，这跟台湾比较起来，你在
美国本来就真的是比较难得到 match 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很难认识新的女生？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在矽谷，如果你愿意多参加活动，然后或者是说你愿意去不同的朋友的聚会场合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认识到一些人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有可能你觉得难，是因为你觉得女生很难追哦，因为在这边矽谷，因为大家这边都是这个非常顶尖的人才嘛。如果以客观条件来看的话，你似乎是很难去用这种客观的条件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但是呢，反过来讲，其实也有人成功的在这边找到女朋友，甚至是有人他是比较轻松，能够找到另外一半的。那就是看说你是不是能够在工作之外，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那如果说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然后你有很多兴趣，那你又很会聊天，那我觉得要找到女朋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女生说啊，矽谷是全世界最好找男朋友的地方，但是是在矽谷 local 女生而言啦。但是我相信你的心得应该就是为什么你会办这个，因为毕竟你主要的客群是这边的男生跟可能台湾的女生嘛。我主要的客群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我办的活动其实不只是在矽谷，我现在主要是在办线上的 speed dating。那我其实在今年办了19场。那里面呢，其实大概除了有一半是办台美场之外，另外一半是在北美各地。我们有办了华州，我们有办加州、矽谷、德州、中西部、纽约。对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办过这种 local 的场次这样子。所以我的客群应该算是基本上是 target 整个北美的台湾单身男女，这个其实是我主要的客群。那像你讲的，就是说矽谷的女生在 local 是不是真的很好找男朋友？我觉得其实这也不一定。其实我觉得在矽谷真的是有很多单身的女生，她们也是并没有因为在矽谷所以就特别好找对象。我觉得每个人的他的过去的故事啊，还有他的身心状态，还有他的寻找伴侣的条件，其实都很不一样。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男生来了矽谷一定找不到女朋友，或者是说女生来了矽谷就一定找得到男朋友。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把问题太简化了，中间其实是还有很多挑战的。所以我觉得我做的一件事情也是说，提供大家多一个管道，然后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基本上是 speed dating 嘛，所以其实它是在一个整个感情历程之中最前面的一个认识人的环节，其实是非常非常前面，可能都还没有到这种谈感情的程度，就是先互相认识这样子。那我当时只是觉得说，好像身旁的朋友他们觉得用 dating app 实在是太让人沮丧了，就是对于男生来说，他可能要花很多才有办法找到一个 match， 而且还不一定是找到台湾人。那对于女生来说，虽然说 dating app 上面很多男生有华裔的或者是有美国人，但是可能他想要找台湾人，他也很难找到。那我觉得我的这个一个使命就是说，希望能够帮北美的台湾人能够互相认识，然后呢，能够多一个管道，那让他们直接跳过这个 dating app， 跳过这种繁琐的这种过程，直接跟对方1对1见到面，然后大家聊天，那可以先感受到那个聊天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就是大家在 dating app 上面先看照片啊，然后先看你的条件啊，看你的学历，看你的工作啊，这样子。我觉得先让大家先聊到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厉害厉害，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很好。那再来，我就想要问说，矽谷月老开办至今已经要迈入快第4年了嘛？有没有统计说大概帮助多少有缘人有成功找到对象呢？就是成为男女朋友啊，或者是甚至往下一个阶段迈进？我们第1年做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业绩是挂零嘛，因为不太可能大家就是办了之后马上在一起这样子。第2年就是去年，我们大概有成功6对。那今年的话，至今为止有成功3对，基本上今年的成果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就是说可能还要再发酵一下。那我必须说，去年的6对其实里面大概有2-3对是我发现的，对，他们其实没有主动告诉我。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是因为台湾人比较害羞，如果真的在一起了，可能也不好意思，可能张扬，或者说想要等感情稳定一点啊，然后再跟我说，或者他可能就不想跟我讲这样。所以可能实际上能够凑成的对数还更多啦，对啊。我们其实每一个活动我们都有一个配对机制，就是说，聊完之后，我们每一场大概
12个到13个异性，总共大概是26到28个人参加这样子。每一场我们都会让大家最后聊完之后，那我们会让大家填写一个问卷，然后最多可以填写3个人，你可以填3个你觉得你今天聊起来最舒服的对象，你想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这样子。填完之后我们会帮大家做配对。目前的话每一场大概是都会有6到13对左右的配对产生，那平均来说大概是9对。所以基本上每一场办完之后，其实都还是有男生女生看对眼的，对。那只是说接下来怎么发展，就是看他们了，对。再来就想要问问啊，像 Ken 办了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场矽谷月老活动啊，想问问矽谷月老至今遇过最有趣的来宾，或是有什么很有趣的故事吗？有啊，这个就是这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算是像第1年办的时候，我们是跟中西部的一个配对配做合作。那这个配对配他们的成员里面有一个女生的姐姐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呢，我们办了那一场之后呢，她姐姐呢就过了大概2-3个星期吧，她姐姐就顺利的跟我们其中一个参加者就在一起了，对，就等于是一个自己办活动，然后顺便把自己姐姐销出去的故事。他们这一对呢也很厉害，就是说他们今年10月底已经在夏威夷订婚了，然后他们也有邀请我去见证他们的爱情。对，这个算是一个目前我们办矽谷月老为止，应该算是一个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吧。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你永远不晓得这个缘分会在哪里。对 ，you never know。所以呢，可能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吧，就是说，如果你来这边，你能够平常心来参加，也许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缘分等着你。那我另外有点好奇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是抱着一个就是寻找另外一半的这个期待来参加这个矽谷月老嘛，那有没有人是比如说参加了1场，然后发现可能这一场的来宾没有不来电，然后他就又参加了第2场、第3场，会有这样子的人多吗？我觉得就是其实来到北美之后会发现说，其实找伴侣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啦，就是说好像那个成功的爱情故事就是发生的频率我觉得是蛮少的，所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会不会再重复参加？我觉得会。那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尽量同个地区的场次就是不会太常举办，比如说可能像加州场去年就是办上半年办1场，下半年办1场，那可能里面会有些重复的因为时间隔了有点久嘛，所以其实这个参加的人其实他的组合也不太一样。有些人会担心说，会不会我来了，然后其实人全部都一样？那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啊，就是说，当然可能会有些人是重复参加，但是基本上你还是大部分都还是一个全新的组合这样子。再来就是有另外一点，我也很好奇的是 ，Ken 在这边当矽谷月老嘛，那我也蛮好奇矽谷月老跟自己的妻子这个老婆的认识的小故事，不知道可不可以方便分享一下 ？OK 啊。那我跟老婆算是这个学生时期的恋爱啦，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2010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其实 dating app 还不是很盛行，那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还在学校里面，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参加这个大学的服务性社团认识的，那我那个时候是社长嘛，然后他是下一届的社长。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关系其实是蛮紧绷的，因为我们是小社团，然后又要把活动办好，然后又要出队，然后其实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这个工作啦。就是如果以担任社长来讲，那身为上一任的社长呢，要希望下一届的社长可以做好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求好心切，所以我跟我老婆有一度关系是蛮紧张的，对。不过后来就是也算是蛮了解彼此的啦，所以我们算是认识了1年半之后在一起的。那也算是因为参加服务性社团的关系，所以就签了这个缘分。那就一直到就从2010年在一起，就一直到现在，也是明年就要满14年了。对，也是蛮想起来也是蛮惊人的一个数字啦。对啊，学生时期的恋爱还是比较那个单纯一点，因为当时可能就是说，在学校嘛，大家都是学生，所以可能比较多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这样子。那可能很多那种价值观的磨合啊，可能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磨合，那不容易定型这样子。我自己观察啦，大家过了30岁之后，其实考虑的东西，然后其实会越来越多，然后在意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30岁之后的大家在寻找爱情方面是真的蛮辛苦的。所以也是希望矽谷月老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多认识一些人这样。
那说就是矽谷月老嘛，我觉得矽谷月老是一个很成功的 side project。在我在认识 Ken 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活动，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而且这个活动举办的频率，其实我觉得算蛮高的。以一个 side project 来讲，想要问一下 Ken，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维持做 side project 的热情呢？因为我知道 side project 这种东西之所以就叫 side project，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本业嘛。那所以这个东西叫 side project，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会丧失对它的热情。但当然 side project 不做也可以，但是看到你就是这么持之以恒的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厉害。那你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热情呢？我觉得做这个 side project 真的是蛮累的啦，就是说，就是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媒体，就是像很多人做自媒体，就是说对自己负责，然后能够有流量，然后大家引起讨论，然后就结束了。但是我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办活动的性质，比较像是一个 service。那比较挑战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 speed dating， 所以我们尽量都是让每一场活动的男生跟女生都要一样多。那有时候男生如果突然有1-2个没来，或者有女生1-2个没来，那我自己求好心切，我就会很努力的想要去临时，可能7点办活动，然后可能6点半有人突然说他不来，那我就很紧张，要赶快在线上扣一个人来补这样子。对，其实是我自己是觉得是蛮累的啦。至于你说就是办的蛮勤的嘛，那其实今年我是觉得蛮累的，因为我今年总共办了19场活动。今年的1月跟2月我是休息的状态，那3月才开始办活动，所以呢，从3月开始呢，如火如荼哇，有时候是间隔2个礼拜就一场活动，3个礼拜一场活动，其实是真的蛮累的。那明年的话，应该会做一些调整啦，就是说，就是把步调稍微缓一缓，那希望能够就是走得慢一点，但是希望可以走得更长久，不然今年真的是有点太过度的 burn out。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一直做下去，也有一些原因啦。那有一个算是我自己个人的特质，就是我自己是蛮热心助人的。那所以就是有时候听到朋友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说做了这个粉丝专页之后，有些人会传讯息来说，什么时候来开我这一场啊？有时候心里面就会惦记着这些人的需求啊，那就想说，那就是来帮这些人来办一些活动好了，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也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是说，当时弄了矽谷月老这个品牌之后呢，就会有一种算是压力吗，或者是这个助力，就是会想要把这个矽谷月老这个品牌把它做好，那让它一直有活动，然后一直 keep moving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主要是个性吧，就是会想要一直持续的把它做好，那同时也是会顾虑到别人的一些困难跟需求，那想要去帮助别人。那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是一个有收费的服务。那当然就是收的钱可能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这个是一个盈利的这个事业啦。那但是如果以软体工程师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时间成本来说并没有那么划算，因为可能你去努力的刷题跳槽，然后往上爬，可能你能够多赚的钱可能不止我收的这些门票钱这样。但是我觉得办这个更多的是一个成就感，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因为有收一些钱，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还是一个值得花时间的事情，那可以至少赚一点门票钱，赚一点奶粉钱哦。因为我有一个2岁的孩子，对，所以做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就是说要如何在正职，然后在家庭之外的时间，还要再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其实的确是不容易。我今年已经有感受到，这非常不容易，所以明年应该会再调整看看，希望能够稍微办的活动办少一点，但是希望能够把它办得更好。但这样整体听下来，这一个 side project 对你来说是蛮 rewarding 的 side project 就是对啊，这个就是说，因为办这个东西，就是至少让我从一个无聊的矽谷软体工程师变成一个好像比较有趣的人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办这个 side project 也像是一个在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疫情的期间待在家里，那你可能就会一直想说，做这个软体工程师真的就这样子了吗？那你会想说，好像失去了一点自己，因为你可能就是当工程师，然后大家的目标可能就是汲汲营营的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想办法要能够有更好的职涯发展。对，
但是可能这个过程之中，你有时候还是会问自己说，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热情到底在哪里？对，当然工程师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擅长的嘛，这吃饭的家伙这就没有话说。但是除此之外呢，那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我做这个矽谷月老，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对，说得很好，说得很好，我觉得我应该也是类似的这个感觉啦。现在访问到这边，我已经跟 Ken 聊了不少有关矽谷月老的事情了。那想要请 Ken 跟一些苦于寻找对象的单身男女分享一些，不管是你的建议啊，或者是你的鼓励。我觉得可能首先是不要自我设限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在面对感情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限制了自己。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适合怎么样的女生，我就是不适合怎么样的男生。那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我们的活动，其实 speed dating 或者是说，我们在矽谷已经连续办了3年的约会任务，我们随机的帮大家安排，每个月安排一个约会对象，然后要大家约会2次。其实这些都是让大家就是在不设限的状况之下，可以去认识新的朋友。就是你去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不带任何的这种偏见的，我们就是 random 的让你去认识这些人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拓展你的，你可以更了解自己，说自己的确是不喜欢哪些人，自己喜欢哪些特质。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单身，然后你想要找对象的话，我建议每个礼拜都还是要有约会，无论这个约会是不是你喜欢或不喜欢的，我觉得只要你没有强烈的厌恶感，然后如果能够约出来的话，你每个礼拜都要尽量有这个约会的练习，对啊，因为我觉得就跟任何事情都一样，你就做了越多之后呢，你觉得越熟悉，你越熟悉的话，你就能够容易做得好。那约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也一样，尤其像男生，就是我有时候常常觉得说关在家里没有讲话，有时候出来跟别人 social 的时候，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讲话，或者常常会讲错话。那我觉得约会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是个会不小心讲错话的人的话，我觉得你更需要大量的练习，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子讲话才能够不得罪对方，然后呢，再来就是如何讲话、如何聊天、如何约会，可以让你有吸引力，然后呢，进一步可以跟你的约会对象有下一步的发展，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刚刚前面讲的好像很严肃，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说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必须说就是约会找对象其实是一件平心而论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过程之中得到一点乐趣的话，你会无法持续去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在某个地方待了很久，他都是单身，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觉得疲乏了，他累了，他停下来了，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找到一个约会的方式，是让你自己可以享受，然后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然后你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你才有机会就是在这个持续的约会过程之中找到你的理想伴侣。最后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讲起来比较老套啦，就是说这可能要持续的学习 ，OK， 因为这个人跟人的交流啊，或者是这个交往，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像我自己是会听一些 podcast 啊，或者看一些文章，即便我已经已婚了，但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这些东西里面学到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以至于忽略了。那有人写这些文章，然后呢做这些 podcast 或者做 YouTube 这些影片，然后呢回头来提醒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然后去接触这些议题，然后呢去让你的。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让你的约会的这些技巧，或者是让你的这个心态能够更好，然后更精进。对啊，我觉得如果你保持像我们刚刚从头讲的，就是说不要设限，维持约会的手感，然后在这里面得到乐趣，然后持续的去学，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的话，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可以找到你的理想伴侣。非常感谢 Ken 给我们的建议。矽谷月老似乎接下来的明年2024年已经有一些规划了，那想请 Ken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OK， 我们的活动资讯的话，基本上都是放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或者是放在我们的 IG 账号，那也可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那就是大概1个月会发一次给大家，那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最新的活动有哪一些，明年的活动其实还在规划中，所以呢，就麻烦大家追踪我们的社群媒体，或者是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们最新的活动。
OK， 那我也会把粉丝专页跟这个活动的这个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有兴趣的观众呢就可以自己去参加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我们再次感谢矽谷月老 Ken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拜拜。